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Minnie. 今天我想和你们聊一聊我在加拿大和在中国这两个地方生活的不同的感受。我仍然会用中文来讲，所以你也能学到地道的中文口语，同时练习一下你的听力。OK， 生活的便利性，这一点我自己更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方式，因为非常的方便。比如，当我很忙很累，不想自己做饭的时候，我就可以点外卖，基本上半小时之内都可以送达。你呢，就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而且基本上每家餐厅都提供外卖服务，比如你特别喜欢某一家餐厅的食物，但是你今天又不想出门，此刻你就可以点外卖，又快又方便。重点是，很多时候点外卖的价格比你去店里吃还要便宜。因为在点外卖的 App 里会有很多的会员活动、优惠打折，甚至是团购的活动，你都可以参加。比如像我自己经常会用的是美团外卖，你看，打开这个 App， 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餐厅和美食，好多好多啊！而且你不仅仅可以点食物，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买药、买生活用品、买超市里的蔬菜啊、水果啊等等，甚至连打印文件、跑腿送东西等等都可以。总之就是一部手机搞定一切，而且还不贵。那这一点的话，加拿大是做不到的，因为人力成本太高了。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很少自己去超市大量的采购生活用品，基本都是在手机 App 上直接下单，然后外卖员就会把东西直接送到我的家门口。比如说像矿泉水啊，或者大件儿的很沉的东西，我一个女孩子也拿不动啊。这样的话，他们直接给送过来，就非常的方便。像我爸妈现在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什么大米呀、油啊这种东西它都很沉，所以他们也是网上购物。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万事都得靠我自己啦。那说到物价呢，我觉得其实比较难比较，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不同地方的物价也不一样。那我就从我自己的生活角度出发，我以前主要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其实算是物价最高的两个城市了。但是呢，我也还是觉得中国的东西要便宜一些。同样的，正因为好吃好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呢，你用手机就可以快速买到，所以就更容易刺激你消费，让你更爱花钱。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也便宜，那个也不错，买着买着就越买越多。其实呢，钱也没少花。但是我在加拿大，因为我看什么都有点贵，物品也没有那么的丰富，而且买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比如像我去超市购物，一周可能也就去1到2次，所以呢，算下来，这钱反而花的就更少了。因此，我觉得凡事有利就有弊，还是看自己如何去平衡。
那从环境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温哥华的自然风光真的是太美好了，特别适合养生和疗愈。这里很安静，很自由，很舒服，有雪山，有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如此喜欢温哥华的原因。那北京和上海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毕竟它们都是大都市，所以在都市里生活的话，自然气息相对要少一些，而且大家都比较忙碌，所以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不像加拿大这边生活节奏是比较慢的。其实对于我来说，两边我都很喜欢，因为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很庆幸自己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体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不想说哪里生活就一定是好的，因为在我看来，没有完美的地方。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一种体验，趁自己年轻，多去体验，多去感受。每一种人生经历其实都很宝贵。好啦，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话题，欢迎你给我留言。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video and Minnie. See you next time. Bye.